就在前几天，国际政坛上演了最荒诞的一幕啊！日本女首相带着上百亿美元去印度投诚，结果被莫迪一句“美丽的妹妹”当场拿捏，现场记者差点喷饭啊！日本国内直接炸锅。今天呢，咱们就来扒一扒日本这一场赌上国运的外交到底有多离谱啊！在今年的7月1号，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带着浩浩荡荡50多家日本顶级企业的大掌柜们，包了架专机，屁颠屁颠的就降落在了印度的新德里机场。各位，你以为他是去干嘛的？去耀武扬威的？错，他是去砸锅卖铁交保护费的。哎，你们也知道，日本经济现在是个啥德行啊？那日元贬值的连亲妈都认识了，国内老百姓嗷嗷叫啊！再看看他们引以为傲的日本汽车三剑客，丰田、本田、日产，在中国市场呢，被咱们的国产新能源车按在地上疯狂摩擦，市场份额缩水的都不够塞牙缝的。转头想去美国捞一笔吧，结果美国老大哥直接祭出高关税的大棒，当头一棒敲的日系车眼冒金星啊！这下高市急了啊！那看来看去，哎，他盯上了印度啊！高市心里面估计在狂喜。印度好啊，14亿人口啊，这要是每人买我们一个车轱辘，我们大日本就复兴了呀。于是乎，在日本政府的生拉硬拽下，日系汽车三巨头捏着鼻子凑了110亿美元，要在印度一口气建3个大厂，这就叫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呀。那为了活命啊，日本这是把全部身家都压在印度了，真是什么偏方都敢往嘴里塞啊。高市带着这么大的诚意，这么厚的红包来了，那印度莫迪老仙儿怎么着也得给个最高规格的接待吧。欢迎仪式确实是搞了，地点呢在总统府的前广场。可是啊，你们要是看了现场的转播啊，估计都能笑出声来。红毯是铺了，但那红毯铺在沙地上，深一块浅一块的，皱皱巴巴的，眼尖的网友一看就看穿了。哎呦喂，这估计就是普京来的时候被踩得满是泥印子的那块地毯吧，洗都没洗就拿出来迎客了。莫迪老仙儿这算盘打到，隔着喜马拉雅山我都听见了。在3个的字典里，什么叫讲究？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能糊弄就糊弄，这叫大国自信。哎，你再看看莫迪老仙儿的心态哦，那叫一个稳。日本那边为了经济急得快跳楼了，印度这边呢，前段时间印度新德里那个气温啊，直逼50度，那是在马路上撒把孜然就能直接烤肉的温度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热得都快中暑了。印度急了吗？没有，人家莫迪老仙儿啊，在6月22号那天，带着几万人在加尔各答的广场上顶着大太阳练瑜伽，深呼吸，吸气吐气，老仙儿闭目养神，心静自然凉啊！那至于旁边有那么几个中暑的3哥被抬走，那都不叫事儿。只要精神上胜利了，物理上的高温那都是幻觉。铺垫了这么多，终于到今天咱们的高潮环节啊！7月2号的首脑会谈，那高市为了表忠心，也为了恶心中国，搞了个什么日印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声明，把半导体、关键矿产、清洁能源全包圆了，还阴阳怪气的写上反对经济胁迫。这都不算啥啊！最硬核的是，高市大笔一挥，直接承诺给印度投资2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那是整整842亿元啊！而且日本还放风啊，说未来10年的目标是砸进去10万亿日元，这是个啥概念呢？日本全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也就20多万亿日元，这一笔直接干掉了快1/10啊！可以说是把日本民众的血汗钱一车一车的往印度拉。拿到这么大个红包，莫迪老仙儿开心呀！老仙儿心想，这个钱我可不能白拿，我得给这日本老妹儿一点情绪价值。于是呢，在全世界媒体的长枪短炮面前啊，莫迪深情款款的看着高市早苗，缓缓的吐出一句话：“欢迎你，我美丽的妹妹。”轰！全场记者差点当场喷饭啊！台下爆发一阵哄堂大笑。各位，这是一国首脑的外交场合呀！你以为是在拍乡村爱情故事吗？还美丽的妹妹，换个正常点的政治家，这会儿呢，估计早就用外交词量把这话给圆过去了。但咱们的高市大妈呢，她不仅没有觉得不对劲儿反而像是被打了一针强心剂，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啊！她赶紧娇滴滴的接了一句：“您称我为美丽的妹妹，莫迪总理。”接着呢，更是语出惊人啊，说双方约定今后要如兄妹般继续交往。और मेरी छोटी बहन प्रधानमंत्री
高市知事。先ほど私のことを美しい妹と、呼んでくださいましたが、この拡大会合の前の会合で、お互い兄、妹として、これから、お付き合いを続けていくお約束をいたしました。好家伙，大型的跨国认亲现场啊！日本首相提着842亿的重礼，跑到印度认了个留着白胡子的印度干哥，这场面你不拿个奥斯卡最佳喜剧奖都对不起这演技啊！高市在印度是演爽了，但日本国内的网民直接炸锅了，那心态啊，比当年看国足输给越南还要崩溃啊！日本最大的论坛上，评论区直接沦陷，一见面就贴上去套近乎，这就是外交手段，简直是国耻。人家喊你美丽的妹妹，是因为你把日本的钱白白送过去了，人家看上的不是你的脸，是你的钱包。仗着哪有兄弟姐妹，这女人是不是脑子进水啦？高市啊，你干脆私人护照留在印度算了，千万别回日本了，嫌丢人。为什么日本网民这么暴躁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哎，你们想啊，就在6月中旬，高市刚刚去了一趟英国，当时呢，他满心欢喜啊，自诩是日本的铁娘子，想去伦敦找点存在感。结果呢，到了英国机场，你别说是红毯了，连个仪仗队的影子都没有。英国政府随便派了个居委会大妈级别的主管官员过来握了个手，直接把他塞进车里拉走了。英国媒体啊，更是毫不留情的嘲讽啊，就你还想碰瓷我们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受了一肚子窝囊气，转头到了印度，虽然这个红毯是脏的，但好歹人家莫迪喊了一声妹妹啊。这就好比一个在城里面打工受尽白眼的富婆，回到了村里面，村长喊了一声二丫头，这富婆立马感动的把银行卡密码都给交出去了。日本网民心里面门清了，你用842亿的真金白银去买莫迪老仙一声妹妹，这笔买卖是连底裤都亏没了呀。那可能有些不太懂行的粉丝会问啊，小懒，那说不定这842亿投下去，日本真能在印度赚大钱呢？兄弟，你太天真了啊！你跟三哥谈契约精神，你不如去跟哈士奇谈高等数学。咱把这个时间线拉长啊，日本被印度坑，那是有着悠久且光荣的历史传统的。那早在2007年啊，当年安倍晋三跑到印度议会，搞出了一个叫自由开放的印太的 PPT。安倍在台上口沫横飞啊，画出了一张宇宙级的大饼，台下的印度议员们那是鼓掌鼓得手都红了。那从那以后啊，日本首相就像中了邪一样啊，开启了接力送钱的模式。安倍去了送钱，菅义伟去了送钱，岸田文雄去了喊送钱。每次去啊，都是吹喇叭、抬轿子，什么战略伙伴升级，什么大额投资承诺。结果呢，咱们就说一个最经典的笑话啊，孟买到艾哈迈达巴德的日本高铁项目。那当年日本为了抢这个项目啊，把这个条件压得极低，甚至提供几乎无息的贷款，就是为了给印度人修高铁，当个样板工程。2015年项目正式启动，规划全长508公里。各位，现在呢是2026年了，10年过去了啊，你们猜猜日本人在印度修了多少公里？10公里。你没听错啊，10年修了10公里。日本媒体自己算了一笔账，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呀。按印度这个征地速度，这个办事效率，1年修1公里，508公里得修500年啊。那当年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也就500年，等猴哥出来一看，哎呦喂，这日本修的印度高铁怎么还没到站呀？这就是日本对印战略的真实写照，承诺的时候轰轰烈烈，兑现的时候鸦雀无声。高市这次带去的842亿和120份合作协议，不出意外的话啊，最后都会变成恒河水面上一串水泡，连个响都听不见。那事到如今，大伙儿看明白了吧？在这个牌桌上啊，莫迪老乡那可是绝对的王者，他太懂这些西方和亲西方政客的虚荣心了。见拜登，他上去就是一个熊抱，称兄道弟啊；见普京，勾肩搭背，嘘寒问暖，每句话每个眼神都得向对方传递一个信号。哥们儿，自己人，只要你投钱，咱们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莫迪喊了一声妹妹，既不掉块肉，也不花一分钱，反手就套现842亿，加上120份技术合作，这哪是搞政治呀？这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的最高境界。而高市早苗呢，得到了什么？一条沾满沙子的二手红毯，一句廉价的妹妹，还有日本网民铺天盖地的祖宗18代问候。不仅如此啊，高市还在印度大言不惭的发文章，继续炒作安倍当年那个自由开放的印太。
结果咱们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直言，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面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符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那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个花蝴蝶，嘴上喊着哥哥妹妹，心里面算计着地缘生意，真当全亚洲人都是傻子吗？说到底高市早苗这1年来的表现就像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上疯狂走穴的花蝴蝶，看着戏份挺多的，东飞西窜的，眼花缭乱今天去这儿秀个强硬，明天去那儿认个亲戚，但是老百姓看的是什么呀？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你折腾了半天，日本的经济依然在泥潭里打滚，物价依然在飞涨，老百姓早就看见你这种政治表演和商业理性严重脱节的烂戏了。用842亿买一声印度妹妹，这不仅是日本外交史上一次旷世笑话更是给所有企图在印度这块外交坟场里捞金的国家敲响了一记丧钟。好啦，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接下来呢，咱们就静静的看着这110亿的汽车厂和842亿的投资是怎么被3个用神奇的印度魔法给一步步合法吞并的吧。我是肖兰，咱们下次再见。